哎，伟哥，木木，哥，那边技术科那边去了吗？去了，我是从那儿来的。去了。对。哪屋？喂，伟哥，啊，哎，这边。这基本上就是蒋佩瑶的办公环境，这是他办公桌。刚才我跟主管去聊了一下，蒋佩瑶今年34岁，但是主管说他今天没来上班，咱去看一下主管在里头。说为什么今天没来吗？不，也没说为什么。加班了有点宽。走。哎 ，hello， 这是我们队长台伟。你好，主管台伟，打扰了啊。那个问一下，7月22号晚上，蒋佩瑶有没有来上班？那天晚上晚班的不是他。哦，对，他下班还很早。那个咱这有他资料吗？能不能看一眼？啊，刚才已经派人去调，然后现在已经在调。谢谢。对了，咱这儿那个监控系统是不是他来负责？这件衣服是蒋培阳的吗？对。台伟，啊，你把门关上。台伟，你听，还有一个人的声音。犯罪！
害怕是好事儿，证明你有诚意。有诚意，我们就好沟通了。这些个是从你家里搜到的，这是近半个月以来你跟踪偷拍熊娜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都是你本人拍的吗？啊？你只要根据事实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可以，好吗？是。好。我们在你家里面大衣柜后面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地下室，里面有手铐、铁笼，还有捆绑用的麻绳。这些东西都是你本人准备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很好。7月27号，你跟踪邢娜到了金永玉的 KTV。当时因为这个卫生间里面的灯光昏暗，你误把穿着邢娜外套的柳原当成了邢娜，用乙醚将其迷晕，正准备带走的时候被金永玉发现了，也就是 KTV 的老板。你属于惊慌而逃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你根本就没走。你躲在邢娜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你在那继续跟踪她，对不对？终于在邢娜又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你按耐不住你内心这种变态的欲望，将她绑走，囚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发现女孩踪迹，只发现了这个。蒋队长，我来问你最后一遍，告诉我邢娜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有诚意是好事儿，你要是套路我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真的不知道。你这伟哥，你有时候你这脾气也确实是太暴了，你稍微控制点啊。太尉，你出来一下。出来！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再过10分钟他就撂了，你瞎搅和什么？不是他，什么玩意儿不知道？凶手不是他。凶手不是他啊？那照片，那地下室，那跟踪，那怎么就不是他了呢？我告诉你，都崩溃了。再过一会儿，那就全撂了。你这，在他家发现的日记本。我知道，我深爱着眼前的这个女孩，我不能再失去她了。但是我还是晚了一步。她
他被别人带走了。我要找到他，无论他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我去，哎，这你也信是吗？啊，他明明知道咱们要去抓他，故意弄个假日记本搁到这儿，这你也信？我真服了你了，真是的。没错，在心理画像上也对不上。他是跟踪邢娜的人，但是不是陷害老邢的人。就连替死鬼也做不了。你想，一个这么懦弱的人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再三考虑，对方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绑架任务交给他呢？哦，这让你画出来了。你那画像从来都没有过谱。我告诉你，先别叫唤了。你这都较劲呢，你较什么劲呢？吃饭去吧，啊，去不去？下了整整一天的雨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下班回家，我跟你干嘛？这是邢大回家的路，不是你家的方向。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了是吗？啊？你以为你把邢娜藏起来，我就找不着了是吗？啊？我没有抓邢娜，台警官。我不仅没有抓，我连抓他的想法都没有。那个地宫，只是我用来玩的，用来收藏一些东西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跟这事儿没关系了吧？我只要不承认地宫是用来关人的，只要我是计划吧，但是并没有真的抓，你们就永远也抓不了我了，对吧？对。
还行呢，是真爱。还老来，站住！干嘛呢？你问你的。邢娜最近在找工作吗？对，这不马上毕业了吗？他想赶紧把出国申请给办了。她要出国？是，我记得有一次他好像跟我说过吧，有一家公司给他发来了 offer， 需要家长签字。他本来打算签完就走了，就是这几天的事儿。哪家公司啊？他没说。不过一般类似于这种事情，他会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但我刚才也没看到，不知道他放哪儿。你是要搬走吗？汪警官，自从娜娜被抓走之后，我被你们警察局带走询问了2次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只要我全力配合，因为有你这样的神探在，娜娜很快就能回来。但是直到现在，你们连她的头发都没有找到。对不起，王警官，我害怕了。我害怕，如果我继续住在这座城市，有一天，我会不会像邢娜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？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依然找不到我。我本来以为只要有你们在，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怕。我可以把我真正看到的、真正想说的全都告诉你们。我以为你们一定会把邢娜给我救出来的。一次次给我们希望，然后又一次次让我们绝望。对不起啊，我说多了。再见。还行呢，是真爱。
在哪？吃饭呢。奖票有问题，他曾经潜入过邢娜的家，并且拿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他撒谎了。蒋培饶，开门！我现在就在他家呢。对。可是他不见了。动动你的右手。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，每个问题只有3秒钟，你答对了，我放你走。东是哪个方向？答错了。我们接着问啊，东是哪个方向？右边，右边。又答错了。再问啊，东是哪个方向？左边，左边。东是哪个方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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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个方向？东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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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个哎，宝宝，啊，这个迷宫你说被封了2年多，直到现在才开。你说，你知道为啥不？不知道。因为这里啊，曾经死过人。讨厌！讨厌，吓我！你看啥呢？要我说啊，就该把那些个跟踪狂、骚扰狂啊，统统全都抓起来。激进分子。嘿，我怎么就激了呢？打个比方啊，一个真心的追求者，每个月每天送给他爱慕对象一束玫瑰花，一方面他是想表达自己真实的爱，没有任何恶意。但另一方面，有可能这束玫瑰花给他的爱慕对象带来了痛苦，说不定他对玫瑰花过敏呢。你说这个送花的算不算犯法？这不好量刑吧？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这涉及到过度追求行为的定罪问题，法律必须确保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，稍微有不当的倾斜，就会导致这类法案整个崩坏。是吗？哎呦，嘿，死者蒋佩饶今年35岁，未婚，现在独居在双联红星小区一间一居房。
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，说说现场情况。啊，明白了。这个是刚才唐优他们技术科发过来的报告。法医的血液鉴定结果显示，死者死亡之前吸入了大量的乙醚，说明凶手是绑架了死者。然后死者的身上呢，大概有6处电击伤，其中包括脚腕、手腕以及大腿，呈均匀状分布。然后从伤口的电流斑、皮肤金属化以及骨珍珠等一系列的现象显示，死者生前不只是受到1次电击，所以排除了这种意外受到电击的可能性，绝对是人为导致的。那么我们推断了一下死亡的时间，初步定在今天的凌晨2点左右。但是在蒋佩饶的脖子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标记，一个类似于六芒星这样的标记。发现尸体的地方是在万延山嘉年华娱乐城地下迷宫的一个房间里。这个房间里除了尸体之外，还有死者平时追踪的这个女孩照的这些照片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个屋子里连个插线板都没有，更没有什么电击设备，所以根据这些，我们推断出，这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凶手非常狡猾。蒋佩饶的手部、面部以及所有有可能留下凶手指纹的地方都被处理得一干二净。因为发现这个尸体的是第一批进来的游客，所以现场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，没有采集到凶手的脚印。之后，我们对蒋佩饶的家里进行了一次复查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！为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这里也不是蒋佩饶死亡第一现场，你冷静点。阿展，给大家交代一下复查的情况。好。在蒋佩饶自己家地下室里头，我们也没有发现电击所留下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怀疑凶手是先潜入蒋佩饶的家里，把蒋佩饶劫走，在别处实施的电击，并且我们在蒋佩饶的家发现邢娜那本丢失的笔记本。我大概翻看了几下。记得都是邢娜近几天的行程。邢娜最近一直在忙着找工作和出国的一些相关事宜。绑架邢娜的这个组织在绿藤市很有可能是通过假招聘来点人头的。很好，这是个重大的突破。哎，你们说蒋佩瑶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让人灭口了？从作案手法上来看，刑警的案子务求简洁迅速，是同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还需要再查。哎，唐优啊，监控方面呢？我调查了万延山嘉年华的监控系统，发现有被劫持的迹象。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，监控休眠了大概1个小时。再次启动的时候，画面里只有死者一个人了。这个凶手还用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，这些照片在凌晨5点间开始在网络上流传，还详细配了蒋佩瑶的那些变态爱好，现在已经都传疯了。哎呦去，简直了！说重点。这个凶手一定是一个大神级的黑客，他们在发给嘉年华员工的邮件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木马链接，只要这个员工点进去，他们就能顺着通道黑进游乐园的安保系统，成功劫持了摄像头。这个凶手的 IP 地址我已经尝试追踪过了，他采用了人海战术，在全世界范围里劫持了一大批僵尸电脑，当成自己的替身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千万台电脑前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他。但只要是人类，就会留下破绽。被劫持的所有的电脑攻击端都来自同一个信号发出。我找到了这个黑客的代号，叫 Miss Q， 以及他原始的地址是在冰岛维克小镇
奥斯陆105街14号白色恋人游戏厅里的一个超级玛丽游戏机里。用我们老百姓说的话，你被那个 Miss Q 给耍了。开会呢。好了，邢娜的失踪案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研究时间，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放弃。今天发现的邢娜的笔记本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还有邢娜招聘的这条线索，所有的疑点一定要认真的分析排查。还有他，这个死者曾经是咱们的嫌疑人，不管是巧合还是背后有什么背景，分出一组人来，认真的查下去，最起码他的死法就很蹊跷。哎，方墨，从犯罪心理学上有什么疑点？首先，一般的杀人案谋求迅速，拖延的时间越长，越容易被发现。其次，本案中死者被劫之后曾遭遇过长时间的酷刑折磨，而这种冒着极大风险的折磨，显然是在宣泄凶手的某种情绪，而这种情绪与仇恨有关。其次，凶手为什么选择电击这种费时又费力的方式？想要折磨他，一把小刀就足够了。除非凶手是想用迷宫和电击来表达某种情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综合上面的说法，凶手的目的在于复仇，而且他对迷宫的路径非常的熟悉。现在看来，我们要把全身的触角都伸出去，抓住一个线索就一直都往下溜。邢娜的案子，重点要查招聘，查地下迷宫，查黑客，还要复查现场。就算大海里捞针，我们也要一直的查下去。行了，按照布置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发挥。吓死我！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我吃饭了吗？就是在这儿吃的吧？还是个烧饼。昨儿你给我打电话之前，我一直跟着他来着，我一直跟到这儿，我亲眼看他从这儿进去，再没出来过。我吃饭都是点的外卖，哎呀，我就蹲这儿啃的这烧饼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凶手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把他从这儿弄出去？而且又抛尸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个地下迷宫啊？你是说，你一直看着蒋佩瑶没有出来过？对啊。除非凶手像个幽灵一样，可以凭空进入到房间里，然后再凭空消失。这购票，哎，
哎，你好，这个就是那个死过人的项目是吧？哎，对，您先排队买票好吧？来，不要挤啊，各位游客，不要挤，每个人都有票。各位游客，不要挤，排好队购票，不要挤，每个人都有票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迷宫啊，全长450米，34个十字口，57个死胡同，结构太复杂了。就那天那个游客发现一个尸体，整个人就慌了，在里面到处乱窜。后来还是一个游客按住了求助铃，我们才一个个给救出来。你看一下这个，通关救人都是我们这边的。还这个，通关排行榜。这个第1名谭记，为什么比第2名快这么多啊？你谁啊？我叫方木，刑警队的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嘉年华迷宫的杀人案吧？我这么说是不是对我不利呀？我以为你会问我，你怎么知道7月27日晚上，你在哪里？好像在网吧打游戏吧？对，打 CS， 鸿运网吧就在我家楼下。打游戏为什么不在家里？网吧键盘随便拍随便敲多爽，还能跟人组队。什么时候离开的？通宵呗，还能几点？早上6点，反正出门的时候天亮。一个人？对啊，单身狗。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？妈呀，还搞这么吓人！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找个人天天跟着我？不然哪天指不定碰到像你这样的人把我给问住了，单独撒泡尿还能变成嫌疑人了。好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去那么多次迷宫，是为了证明你的方向感，还是想画出迷宫的地图呢？我就嫌自己桌面空，拿这个奖品当摆设。老板，开个机。老板，想打听个人。不知道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那天他来我这上网要矿泉水，我给他拿娃哈哈，他还不喝，非要农夫山泉，还要凉的，折腾了半宿，一直到早上，就他。老板，2瓶红牛，自己拿10块。就他。这个人你怎么会印象这么深刻？时间呢7月27，因为那天咋回事？他非得要个酸奶，还要当天的。那你说我上哪给他整当天酸奶去啊？我差点就拿凳子抡他。你咋的了？来个这个来。不用了，记性不错。你走啊，哥。你过来啊。那么牛逼。方木，我们调查了游乐园的所有工作人员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你说吧，你说吧。然后我们走访了蒋佩瑶的小区附近的亲友或者邻居，蒋佩瑶平时基本不与外人接触，也没有可疑人员。但是，我们调取了蒋佩瑶家附近小区巷子的摄像头，发现了这个。你起来情况怎么样啊？他这个呢，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，但是哦，就是很奇怪哦，这个人就是醒不过来呢。
那叫正常啊？啊，好好的就在这躺着，你怎么不换身衣服在这躺着呢？不是你这个，行，医生，我们那个知道人正常啊，这个指标呢也知道没问题，我们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我问你话呢。队长。上以前，我在你手底下干活，你每天高高在上的训话，我在底下听着。现在呢，啊，风水轮流转了吧？在以前，那时候娜娜还小，你一遇到棘手的案子，那眉毛皱的就跟苦瓜一样。娜娜每次看到你这个样，让你躺下。帮你揉眉头，他现在暂时不在，我先帮你揉揉。哎呀，少点操啊！我失言了。我没有把秀娜给你带回来，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帮帮我！啊！你看我玩意儿，刚才给那糖里芥末味儿的，你不用管我。我这也是芥末味儿的。喂，啊，太尉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。有什么事你说。周围有没有咱们的人？我出来呢，你说吧。立刻回警队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不是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。台警官，你好，台警官，到底什么促使你杀掉蒋佩瑶的？请问你最开始跟踪蒋佩瑶的动机是什么？别举，他也不是凶手。说说理由。第一，蒋佩瑶死于地下迷宫里面，复仇概念极其明显。第二，死者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，而这个时间，太尉正在睡觉呢。谁能证明？我。这样吧，这个案子先由方木负责。台委呢，暂时休息几天，等技术科拿出你不是凶手的证据之后，你再出来。就这样吧。局长，老邢还在病床上躺着，邢娜也没找着，这时候你听我的指，这合适吗？
我相信你，方木也相信你，大家都相信你。可媒体呢？公众呢？死者家属呢？他们会相信你吗？老邢昏迷不醒，邢娜下落不明，你着急，我比你还着急。那然后呢？难道这能成为不择手段办案的理由吗？我们是警察，和犯罪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我们不能一边怒斥犯罪，一边又助纣为虐。公众、媒体、死者家属，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，他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在办案当中出多少汗，流多少血，他们只需要知道，万一有一天这些无辜的人他们被冤枉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，需要我们这些警察为他们洗脱冤屈，为他们查明真相。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证明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。只不过，正义有时候会来得晚一点儿。正义是什么？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时间一到，你们就会感觉到正义结出的果实。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吃不吃？行了。一天天跟有病似的。筷子。当时队长还没发话，我就冲了进去。那时候年轻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生命可以渺小成这样，说没就没了。那时候这满脑子里面噼里啪啦跟放炮一样，子弹就在我脑袋边嗖嗖的飞，真的偏一点就把我脑浆子干出来。当时我就想，完了，连媳妇儿还没娶着就挂了。你说我这么死了，能不能封个烈士啊？这算2等功呢，还是3等功？就在那时候，老邢突然窜了进来，把我连拖带拽的拉了。我肩膀上中了1枪，肚子上中了1枪，这儿也中了1枪，差一点从邢志森同志变成了邢志森公公。我这条命是老邢捡回来的。
所以我这条命是老邢给的。邢娜是他的命，那就是我的命。可我他妈现在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你说人没了，还他妈不让找了？这是我从老邢办公室找着的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靠你了。先把饭吃了。喜欢吗？嗯。每个人的内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无法治愈的伤疤。治疗这些伤疤、舔舐这些伤疤的方式其实很多。但是想彻底治疗它的途径，却很少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想在您这儿舒舒服服度过2个小时，什么都不想。我试过几百万的深度睡眠系统，试过躲在录音棚的隔音室里，也试过躲到乡下，但是只有在您这儿，我才能入睡。我经纪人居然还想帮我接一个卫生巾的代言。亚凡，方叔叔好。放学了？是。怎么没回家啊？一会儿就回去。我请你喝杯东西吧。不用了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来吧，正好我也渴了。一会儿送你回去，保证赶在赵阿姨发火之前。来吧。吃吧。饱了。还有这么多呢，快吃吧，不用管我。饱了。那你至少把这个吃了，不然一会儿就化了。
带我来吃肯德基。我还说呢，你这丫头跑哪去了？怎么蹭上方木哥哥的车了？也是偶遇。亚凡，拿去给孩子们吃了吧。刚查完回来，路上遇见亚凡，带他吃了个肯德基。这玩意儿以后别买了啊！别把孩子的嘴吃馋了。没事，偶尔一次。你看看，邢娜还没下落，又来了这么个案子，你肯定是忙疯了，又惦记着我们这边。没事，也该换换脑子，不然有些事总想不明白。哎，这个什么迷宫的案子也真是够蹊跷的，这几天我们都不敢看新闻了。怕孩子们看了害怕。死的那个叫江培瑶。哦，江培瑶，有线索了吗？找到一个叫谭记的，不过他有不在场证明，但是我还是怀疑他。您上次跟我说的 PTSD， 他多少是符合的。谭记。这多少天没洗脚了啊？怎么那么多苍蝇啊？典型的仪式化灭苍蝇现场。又来了，能不能帮我打苍蝇啊？一般来说，凶手在犯罪现场使用仪式感，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或者情感表达，比如说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或者泄愤报复。凶手认为，只有完成仪式感，才算是成功的完成杀人行为。灭苍蝇高手，你是想世界和平？我更想睡个好觉。要求不高，很简单。谢谢你又给我科普了一下。你只要去洗个澡，整个房间都世界和平了。还是晚了一步，他被别人带走了。
在之前的侦查中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蒋培瑶的确没有绑架过邢娜，但是他之后去了哪里？蒋培瑶有一个习惯，他会把每天拍的女孩用日期来排列和分序，而在27日晚上，蒋培瑶却拍了一张类似于柱子的照片，这非常不符合他的心理状态。我在城湾宾馆附近也拍摄了一张类似的照片。也就是说，在7月27日，蒋培瑶的确跟着被绑的邢娜来到城湾宾馆附近。假设说他真的拍摄到了凶手的真容的话，那么蒋培瑶的这次死亡就不是一次简单的谋杀，而是被灭口。另外，在刑局的办公室里面，他也发现了一个处理得非常完美的信封，不管是包装纸还是信封的边缘，都没有任何的手指指纹。还有，我在网上分别查询了7月27日左右所有关于城湾宾馆的搜索记录。在7月26、27 2天的时间里面，在城湾宾馆举行过2次大型的招聘会。在邢娜的日记里，她也表示考虑通过招聘而出国的事情。那么，恐吓信、招聘、邢娜被绑架、老邢被陷害之后，蒋培瑶被杀，这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？大壮，其实，在咱们生活中啊，越是珍贵的东西，它越要远离。所以，邢娜应该是怕自己的父亲产生愧疚啊、伤心啊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，所以决定以这个招聘的形式出国。恰巧呢，这个集团又想对咱们刑局产生一系列的复仇计划，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邢娜的基本信息，然后在7月27号的那一天，把邢娜绑架到城湾宾馆。然后呢，又将刑局成功的诱骗到城湾宾馆，之后导致刑局开枪杀人，然后栽赃刑局，畏罪自杀。但是这个局出现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，台伟的突然出现，在最后关头听到了刑局口中所说邢娜被绑架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局就会不成立。于是他们把知道消息的台伟也要干掉，所以之后的炸车事件也就出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害蒋佩瑶的凶手和绑架邢娜的贩卖人口团伙是一帮人？杀人动机是对上了，但是杀人方式对不上。如果是这个组织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么有仪式感的杀人方式。另外，蒋培瑶身上的标记为什么通过迷宫这个元素，暂时都还不清楚代表的是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前一段时间对邢娜绑架案的侦破方向是对的。朋友啊，你把邢娜的招聘公司和城湾宾馆的招聘会对比一下，看有没有重合的情况。另外，既然是有组织犯罪，那么就把绿藤市及周边地区近些年的失踪人口情况排查一下，特别是女性，兴许能找到新的线索。哦，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台伟同志恢复正常工作。台伟啊，稳着点儿。王者归来，王者归来啊！太尴尬了，这两位们。没事儿，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漏了，我们接下来想的就是怎么去脱身，不要总想着怎么去赢。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么一句话？幸存者才是胜利者。金先生来了，让他进来。
害怕呀？你多大了？15岁，15岁。问你了吗？你从哪儿来的呀？云南之乡。什么第一次？对，老板是，绝对是个叔。您放心，保证是。行，把他带上车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走。不是应聘打资源吗？我不干。是，本来就是应聘打资源的工作啊，你简历上就是。我要回家。我说钱都给你付了，你他妈的是不是？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他妈花钱把你买过来干嘛呢？你让我回去吧，明天就是我生日，我保证。我回去以后马上把钱还给你，我保证。放开！你明天过生日啊？叔叔，我求你让我回家吧。我妈还躺在床上等着我治病呢。那么可怜啊！你明年几岁啊？我18岁。小丫头骗子，你他妈在这瞎说！简历上不是说你15吗？不要打我！有的时候啊，生活就是很艰难，但是再难，你也应该要坚持下去。你要熟悉这种感觉，掌握这种技巧。你妈妈不是还在医院等着你治病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小鱼，对，我是赵总。上个月的财务报表做的特别的不专业，你跟人力那边说，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，就让财务那边走人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是这样的。唐小姐是吧？我虽然你的年龄是这样，唐小姐，在工作当中你要注意。我先说，你再说，好吗？好。
王优，你的年龄24。我看这上面写着你是来自于云南的灵芝县，对吧？那个地方很偏吗？特别偏。是这样啊，唐小姐，我们公司现在招的这个打字员呢，是需要会电脑的，这个你会吗？会。不会。赵先生，我当然不会了啊！你别说这个电脑了，那连键盘是啥我都不知道。你别说那个 C 语言了啊 ，Java 啊 ，Linux 系统。唐小姐，这些你都是从网上看的吧？被您看出来了呀。唐小姐，是这样啊。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呢，这方面不懂不要紧，但是千万不能装。不会就要学，让人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踏实可爱，但是不懂装懂的话，就会让人觉得恶心了。赵总，好，唐小姐，那今天先这样啊，回头让人力资源部门的人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喂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到啊，千万不要着急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德行，还不懂装懂呢，货帮我抢吧，分分钟让你看到。得，你先别说话了，让我缓会儿行吗？其实方牧师想说啊，你今天这衣服穿的特别漂亮，是吗？是吧？是，衣服穿的特别漂亮，但是你在上面的那个表演有点儿不是那么不太到位，也还行。回家，送你回家。我在前面的公交车站下。这个标志到底代表着什么？老穆，行了，线索就这么多了，那卡这儿就卡这儿了呗。但邢娜招聘这事儿肯定是真的。哎，我建议咱们扩大搜索范围，别老跟眼巴前这几个使劲了，啊？张哥，你说你这说巾帼不让须眉，当红女星竟是男儿身。田菲菲呀，啊，是男的。男的。哎呦，长这么女神是男的，漂亮吗？嗯，现在漂亮都是男的。你长得真丑。伟哥，你快看看这个。行，我都听见了。我觉得你那屋那海报得换了啊。老弄着没用的，一天到晚。哎，但你说这记者也挺缺德的哈，他这事儿就往外报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隐晦曲折，当面打脸，人都没做明白。
你就别在那充当正义使者了啊！现在的预计，他不祸害这两个，他都当白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都白活。不是你，阿展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不让人活了？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当面打脸，隐晦曲折。没错，咋了？红木，他绝对不会当面打脸。红木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跟他在一块儿的时间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方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不要打扰他。他现在脑子里灵光一现，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，全是闪电，犹如雷神附体。这雨过天晴之后啊，他自然会告诉你这彩虹是什么颜色的啊。那彩虹啥色的？我还用他告诉他？太尉，唐佑有危险。跟了一路了，可以下手了。找什么呢？袜子失踪了。据联合国统计，全球至少有510条人口失踪流。失踪人口来自152个国家，中国每年就有800万失踪人口，而且数量也在逐渐增加。到目前为止，公安部共破获了14000多起儿童绑架案和17000多起妇女绑架案，共解救了24000多名被拐儿童和29000多名被拐妇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发现少女、儿童走失或失踪后，家属及监护人应立即报案，警方会在第一时间接报后立案调查，不需要等24小时。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